一个是失去爱人跨级开眼的宇智波带土，一个是失去挚友悲痛开眼的宇智波鼬，一个是家族被灭怒开一勾玉错了，一个是得知哥哥真相怒开万花筒的宇智波佐助。毫无疑问，他们都是宇智波天才，天才之间也存在着差异。那么他们谁的天赋更高呢？先来说大家比较关注的跨级开启万花筒的宇智波带土。宇智波带土的天赋，斑和黑爵都肯定过，确实优秀。12岁就开启了万花筒，刚移植柱间细胞就掌握了扦插之术，并且马上适应了万花筒的新能力神威，配合木盾屠杀了雾隐村的追击小队。从这次爆发来看，妥妥的天才人设。但这是建立在带土黑化后。其实带土早期就是一个吊车尾的形象，我们所说的天赋，在同样是天才忍者卡卡西面前基本展现不出来。带土小时候的形象和鸣人更为类似。早期带土真正展现过人之处的点有2次，第一次是卡卡西眼睛被砍伤，一直吊车尾的带土觉醒了，直接跳级开启了2勾玉。第2次林被谋害，看到穿过林胸膛的正是卡卡西，带土内心直接崩溃，跳级开启了万花筒。这也是很多人认为带土天赋超高的原因之一。就像班说的一样，带土这个人心中的爱太多，都快要溢出来了，所以一旦被刺激，爆发出来的力量也是前所未有的。带土跨级的成长并不能完全算作天赋，有一半是靠自己神经爆发出来的，天赋应该是从出生就自带的。带土的后天成长大于天赋。纵观火影中有关带土的战斗，其实在战斗技巧上并没有太多天赋的展示，都是借助 bug 的神威吸人吸自己，穿透武器，穿透忍术，防御神威上下限真的感觉没啥区别，就是穿透，只能说这技能太 TM 好用了。个人感觉因为神威的能力太逆天，也掩盖了带土的天赋。你最强的技能上来就几乎无敌，还要怎么开发呢？所以带土配合神威使用的术也没几个，忍术体术幻术再怎么修炼，再怎么天赋异禀，也没有穿透好用。带土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，规划好神威，开关好神威，吸人或者防御，基本上找到带土神威的弱点就不难针对。而带土给人感觉强，老谋深算，能玩弄忍界，和他黑化后的师傅也有很大关系。可以说宇智波斑对他的影响也很大。斑不仅给了带土柱间细胞，同时还传授了带土很多宇智波一族的秘术，关于外道魔像、轮回眼、无限阅读等等的信息。这些秘术和信息也在变相的提升了带土。当一个人知道很多事，也就等于变相增强了他。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，因为他知道了该怎么做才是最优解。14岁的带土就敢挑战经验丰富的水门，还是在知道水门飞雷神有多 BT 的情况下，让带土如此自信。除了神威这个更强的空间忍术，还有则是斑的指引。可以说斑对带土的调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就像考试前把重点答案全给你说一遍，你的成绩能不优秀吗？带土从斑那里了解到了宇智波一族的秘密，对于他更好开发和掌握万花筒也有帮助。综合来说，带土从小就和被天才2个字绑定的人不同，他不是生来天赋就很优秀，而是有爆发潜力。打个比方，带土就像是掉下悬崖，然后遇到高人的傻小子，当他再次走出山谷，已然是绝世高手。带土给人感觉强，有天赋的关系，但更多的是他之后的经历，过分的刺激、被班洗脑等环境因素所造就的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步步打造天才。也难怪有人说带土更像是黑化的鸣人。在斑和绝的帮助下快速进步，加上柱间细胞的全身增强，让带土的普通万花筒当成永恒万花筒来用，即使天赋没有那么强大，也能够成为天才忍者。再来看宇智波鼬，其实止水和鼬可以一概而论，这2个人和带土不一样，他们都属于从小自带天才光环的人，名副其实的靠天赋立足的忍者。和带土这个吊车尾不同，天赋这玩意儿就是从妈妈肚子里带出来的。鼬7岁就直接毕业了，他们从小就能用大人的思维考虑事情，学习忍术的速度非常快。好火球让傅月都惊了，我去，跟爸爸我的一样大，不愧是我的儿子。苦无手里剑术远超同水平的忍者，体术更是华丽到让大蛇丸沉沦。蛇叔曾误以为鼬的试炼为自杀攻击，毫无疑问没有天赋异禀，不可能做到这些。这时候的鼬在战斗中已经懂得如何利用敌人的攻击把控整个战局，把暗部忍者玩得团团转，根本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小鬼只有7、8岁。鼬11岁进入暗部，13岁开启万花筒，成为暗部分队长。暗部时期的鼬实力成长速度和卡卡西不相上下，
在写轮眼的加持下，逐渐超越了卡卡西。叛忍时期的鼬已经堪比影级，鼬结印速度之快，连卡卡西的写轮眼都没有办法看清。火盾方面的造诣，也是可以和佐助咒印加持下的好火球对拼的。当然，鼬天赋的强，主要还体现在幻术方面。一个眼神反弹了木叶幻术大师夕日红的术，一个眼神用阅读秒杀了开着写轮眼的卡卡西。这两个忍者面对一般幻术都是有办法解决的，但面对鼬则是碾压状态。再来看大蛇丸，他的公式书中幻为10，可以说幻术抗性已经很强了，但还是会中鼬的普通幻术。注意，只是普通幻术，被金肤之术定身，完全没有反抗能力。鼬的普通幻术已经高人一等，更别提万花筒的阅读了。同时，鼬在实战中能快速分析，找到敌人忍术的弱点。机敏的条件反射也是表现天赋的一种。那句名言也出现了：任何忍术，任何人都有弱点。他的临场判断能力太逆天了，这些都是天赋和战斗经验累积所导致的。而且鼬手里永远握着能够扭转战局的底牌。所以说，天赋也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模式。很多人说鼬有火影思维，这和天赋也有很大关系。除了思考人生，鼬和止水甚至在自己死后还留有后手，天照和别天神。但鼬的天赋上限并不高，被限制了，因为鼬身患重病。和鼬一样的则是止水，天赋异禀却跳崖而死。鼬和止水这种更像是那种天妒英才的角色，老天给了你足够的天赋和能力，却没有给你足够的时间。鼬和止水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所以说，天赋不能单纯拿出生自带来评价，也要看其上限为多少。最后再来看佐助的天赋，很多人说佐助天赋很低，我们真的是误会二柱子了。虽然佐助一时兴起就会挨一顿毒打，但是鼬、八尾、无影、斑，他们都是好惹的吗？而且佐助基本都是在跳级打 BOSS， 三勾玉打万花筒，没咒印去打八尾，永恒万花筒去打轮回眼。佐助天赋不差，就是太喜欢用装盾了。迪达拉这种能直接气死的还好说，气不死自己就翻车了。佐助的成长也很优秀，只不过小的时候被鼬的光芒给掩盖了。佐助在下忍时期就学会了好火球，虽然稍逊于鼬，但天赋在宇智波一族也算是优秀了。之后在二勾玉的加持下，掌握了卡卡西独创的千鸟，中忍考试击碎了我爱罗绝对防御的屏障。这样的天赋和鸣人当时的九尾外挂有一拼，在大蛇丸那里修行3年，将千鸟各种开发，千鸟流、千鸟锐枪等等。开发千鸟有多难，卡卡西最有发言权，甚至自创了 S 级忍术麒麟。鼬看到这个忍术后也很吃惊，评价为如果没有须佐能乎，我就死了。佐助算是除了雷之国那些人之外，将雷遁运用到极致的人了，并且佐助的瞳力也展现了过人的天赋。九尾只是看了一眼，就想到了宇智波斑，就连斑自己也说过，如果佐助早点出生，他或许就会舍弃带土而选择佐助了。纵观佐助的战斗，都将战斗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精湛的苦无手里剑技巧已经能够达到鼬的级别，对整场战斗的布局也出人意料，总能够在危机的时刻想到应对方法。同时忍术、咒印的配合、瞳术的运用等等，佐助在每个阶段基本都开发到了极致，甚至察觉到别人没有注意的细节，还能够有效抓住敌人的战斗心理。所以说，佐助虽然挨打很多，但打斗场景也真的好看，不是你秒我，我秒你，而是忍术、体术、瞳术的真正对决。再来看佐助天赋的上限，佐助的上限非常高，16岁就有能力驾驭轮回眼。九尾虽然说他的轮回眼使用的不太熟练，但也说过佐助的实力无限接近六道仙人。所以说，不要因为佐助一时兴起就会挨揍的梗，就低估了他的天赋。综上所述，带土的天赋算优秀，但并不是一出生就是天才阵营，他的爆发力和成长才是重点。鼬和止水天赋异禀，潜力最大，只可惜没有足够的时间开发。佐助的天赋上限最高，从小时候的天赋超群，再到最后驾驭六道之力，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天才忍者。按照天赋的排序，应该是佐助大于鼬，大于带土。带土的天赋确实优秀，但很显然各个方面都不如佐助和鼬。前面也说了，跳级开眼并不能单一作为衡量天赋的标准。鼬的天赋很高，但最终还是输给了时间，而佐助才是天赋最高，将天赋发挥到极致的忍者。而宇智波斑直接是满级号，成长没怎么刻画过，这里就暂时跳过了。本期视频只讨论忍者的天赋，不代表忍者实力。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观点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一键3连哦。